最近的几个信号放在一起看，我觉得非常值得重视。第一，标普500里面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已经超过了39%，这个比例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还要高。第二，英伟达和微软开始联手，把 AI 能力直接装进个人电脑，也就是说，AI 不只是云端大模型，不只是 ChatGPT 了，它也不只是你打开网页，你问它答了，它开始进入了你的电脑，进入了你的本地设备，进入了你每天工作的场景。第三，软银宣布要在法国投资建设 AI 数据中心，这可不是一个小项目啊，是最高5G 瓦的 AI 数据中心容量，投资规模最高750亿欧元。这几个事儿看起来呢不在一条线上，一个是每股市值的结构，一个是 AIPC，一个是数据中心。但是我觉得它们背后其实是同一件事儿，AI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体了，它正在变成资本市场重新分配权重的主线。很多人现在看 AI，还是在问英伟达贵不贵，半导体还能不能追，AI 是不是又被炒高了？这些问题当然也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变化不是某一只股票涨了多少，而是资本市场正在重新排座次。过去市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石油、银行、汽车、地产、保险、消费，这些东西代表的是上一代经济的秩序。石油代表的是工业时代的能源，银行代表的是信用创造，汽车代表的是制造业的皇冠，消费巨头代表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渠道和品牌。但是现在市场最愿意给高估值的东西呢，越来越集中在另外一条资产线上：芯片、算力、云计算、存储、先进封装、数据中心、电力基础设施。这就不再是简单的科技股涨了，这是资本市场在用市值告诉大家，未来最稀缺的东西变了。今天我想把这件事儿呢拆成3点来讲。第一，就是 AI 正在从应用爆发走向算力爆发；第二，AI 正在从软件故事变成重资产的故事；第三，普通人不能 all in， 但是也不能完全看不见这条主线。最早大家看到 AI 应该是从应用开始的。ChatGPT 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次觉得原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写东西、回答问题、做总结。后来出现了 AI 画图、AI 视频、AI 办公、AI 搜索、AI 编程。很多人觉得 AI 呀就是个软件，比的是谁的模型更聪明，谁的应用更好用，谁能先做出爆款产品。但这只是第一层，应用越多，背后的算力需求就越大。你每问 AI 一个问题，它不是凭空回答的，它背后呢需要模型推理，模型推理需要芯片，芯片需要服务器，服务器需要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需要电。所以 AI 应用越繁荣，后面的硬件压力就越大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1年多，市场不只是买 AI 应用的公司，而是开始疯狂重估英伟达、台积电、海力士、美光、博通、数据中心、电力设备这些方向。因为大家慢慢发现 AI 不是只靠一个漂亮的 APP 跑出来的，它背后呢是一套算力基础设施。以前的互联网时代，很多公司都是轻资产，你做一个平台，用户增长起来，边际成本就可以快速下降。但是 AI 不一样，AI 每一次模型的升级，每一次用户的增长，每一次推理需求的增加，背后都需要消耗真实的算力。所以 AI 这件事儿越往后走，越不像传统的互联网。它不是单纯的拼流量，它拼的是算力，拼的是芯片，拼的是存储，拼的是电力，拼的是谁能够持续烧钱建设基础设施。这也是为什么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越来越大。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， 包括甲骨文，中国的大厂，大家都在往 AI 基础设施上面砸钱。你可以说呢，这里面有泡沫，但是你也要承认，资本开支是真实发生的，数据中心是真实在建的，芯片订单也是真实存在的，电力需求也是真实被推高的。所以我不认为 AI 只是一个短期的题材，更准确的说，AI 是一个真实的大趋势。但是市场会不断的用泡沫的方式交易它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趋势是真的，但是价格会波动；产业是真的，但是股票不会一直涨。大方向也没问题，可是普通人如果追在了情绪最热的时候，大概率也会亏钱。第二点，我觉得更关键，AI 正在从软件的故事变成了重资产故事。很多人一听 AI，脑子里还是几个关键词：大模型、算法、智能体、应用、软件。但是你如果顺着这条链条往下看，会发现它越来越硬。AI 应用的背后是模型，模型的背后是算力，算力的背后是芯片，芯片的背后是先进制造，数据中心的背后是电力、土地、散热和资本开支。你看，越往后拆，越不像互联网，越像工业。
这就是这轮 AI 和上一轮移动互联网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最重要的入口是手机，是 APP，是流量。你只要抓住了用户增长，就可能做出一个超级平台。但是 AI 时代不一样了，AI 当然也需要入口，但是更底层的是基础设施。没有芯片，模型跑不起来；没有存储，数据吞吐跟不上；没有先进封装，芯片的性能上不去；没有数据中心，大规模的推理落不了地；没有电，所有东西都转不起来。所以 AI 表面上是最前沿的科技，背后呢却是最古老的约束：电、土地、制造、成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AI 不能把它当软件看，它一点都不轻。AI 越发展，又会把资本市场重新拉回硬资产、硬制造和硬的基础设施。你看软银在法国建 AI 数据中心，这个事情就很典型。如果 AI 只是一个软件应用，它为什么要去搞数据中心？它为什么要看电力？为什么要看地理位置？为什么要考虑几 G 瓦的容量？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，AI 已经不是写几行代码就能解决的事情了，它变成了基础设施竞争。谁有足够便宜、足够稳定、足够清洁的电力？谁有足够强的数据中心建设能力？谁有足够稳定的芯片和存储供应？谁才有可能在下一轮 AI 竞争当中占住位置？这件事儿对中国投资者也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看 AI 只看最亮眼的那个公司，比如英伟达。英伟达当然非常重要，它是这轮 AI 浪潮里最核心的公司之一。但是 AI 产业链呢，不只有英伟达。芯片设计是一层，芯片制造是一层，先进封装是一层 ，HBM 高带宽内存和存储是一层，服务器是一层，数据中心是一层，电力设备、液冷、光模块、铜、变压器又是另外一层。所以真正的大变化不是某家公司涨了，而是整条 AI 基础设施链条都被重新定价了。以前很多人觉得电力设备、变压器、铜、数据中心这些东西不够性感，它们不像大模型那么酷，不像机器人那么有想象力，不像 AI 视频那么容易传播。但是资本市场现在会重新看到这些东西，因为 AI 跑到最后一定会碰到硬约束，算力不够是硬约束，存储不够是硬约束，电不够也是硬约束。AI 没有让世界变轻，某种程度上它让世界变得更重了，它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些看起来很传统、很基础、很笨重的东西，才可能是真正支撑技术革命的底座。第三点，回到资本市场，为什么这件事儿值得我们这么重视？因为资本市场最敏感，它会提前给未来投票。过去几十年，资本市场给谁高估值了？能源巨头、银行巨头、消费巨头、汽车巨头、互联网平台，每一代市值排名，最后呢都是一代经济的秩序。当年石油公司站在前面，是因为工业时代离不开能源；银行站在前面，是因为信用扩张支撑经济增长；消费公司站在前面，是因为全球化和中产消费是主线；互联网公司站在前面，是因为流量和数据成为了核心资产。现在市场开始给芯片、云计算、AI 平台、算力基础设施更高的权重，这说明资本市场认为下一阶段最有价值的东西呢，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渠道和信用，而是算力、数据、能源、先进制造、基础设施。所以这一轮的 AI 行情不能只理解成科技股炒作，它更像是资本市场在换地图。旧地图上最贵的是石油、银行、汽车、消费；新地图上最贵的是芯片、算力、云存储、电力和数据中心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传统行业没有价值了，汽车还有价值，银行也有价值，能源、消费都有价值。但是市场会不断地问一个问题：谁代表下一轮的增长？谁掌握下一轮的稀缺资源？谁能拿到下一轮的资本开支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变化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传统巨头开始被科技公司超越。这件事呢，不能只当做股价新闻来看，它说明市场对未来的想象已经变了。以前大家相信工业化、全球化、房地产、消费升级，现在市场开始相信算力、AI、数据中心和自动化，这就是资产定价的变化。那这件事儿对普通人有什么启发呢？我觉得有3点。第一，不能把 AI 只当成短线题材 ，AI 会有泡沫 ，AI 会有回调，相关股票会大涨也会大跌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波动大就说它只是炒作，很多真实的大趋势都是被市场用泡沫方式交易出来的。互联网时代是这样，新能源时代是这样 ，AI 大概率也是这样。产业趋势是真的，但是市场价格会阶段性的过热。普通人真正要做的不是每天问 AI 还能不能追，而是得先分清楚你到底是在做短线交易，还是在做长期的资产配置。
如果你是在短线交易，那么你就要承受高波动，今天涨，明天跌，一个财报、一个政策、一个估值切换，都可能让你很难受。但如果呢你是做长期的配置，那你就不能只看3天的涨跌，你要看的是这条主线未来3年、5年是不是还在。我自己的判断是 ，AI 不是一个短线的题材，但是 AI 资产的价格一定会反复经历过热和降温，这2句话同时成立。第二，不要只盯着某一家公司看。很多普通人参与 AI 最容易犯的错误呢，就是把大产业简化成某一只股票。一说 AI 就是英伟达，一说国产替代就是几只热门股，一说存储就是最近涨得最猛的那几家公司，这就很危险。因为 AI 的产业链太长了，它不是由一家公司就能吃完的，它有应用层、模型层、芯片层、服务器层，有存储层，有数据中心层，有电力设备层，还有端侧设备，比如说 AI PC、AI 手机、机器人。每一层的商业模式不一样，波动也不一样。有的公司成长快，但估值高；有的公司看起来传统，但是订单更扎实；有的公司短期受益明显，但是长期竞争激烈；有的公司故事很好，但是离真正盈利还很远。所以普通人如果没有研究的能力，不要轻易压单一的个股，更不要在一轮行情最热的时候听到某一个故事，就把很大的仓位压进去。趋势对了，不等于你买的公司对；公司对了，也不等于你买的价格对；价格对了，也不等于你能拿得住。投资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问，既然 AI 这么重要，那普通人是不是也应该 all in AI？ 我的答案很明确，不要。孙正义可以 all in， 因为他本来就是风险资本家。英伟达、微软、软银这些公司可以重仓投入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产业链的核心位置。但是普通家庭不是风险投资基金，普通家庭的钱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垫，是现金流，是养老、教育、医疗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。所以普通人呢不能学大资本家的仓位，但是普通人可以学他们的方向感。我们不能 all in AI， 但是我们也不能假装 AI 这件事儿不存在。更现实的做法是把 AI 相关的资产放在家庭资产配置的上层的权益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先有底层的安全垫，比如现金、货币基金、短债、应急资金，再有中间层稳健的资产，比如说债券、红利、现金流资产。最后呢，在上层的权益资产里面，给 AI、科技、全球创新、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方向留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可以通过 ETF 来做，而不是非要自己去猜哪只股票最后会赢。未来几年，市场会反复教育我们一件事儿：不是所有便宜的东西都会涨回来，也不是所有贵的东西都是泡沫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买的资产是站在旧周期的尾巴上，还是站在新周期的入口处？这才是 AI 给普通投资者最大的提醒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